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我們現在呢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全面的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我們的這個課程是按照聽力、閱讀和書寫3個部分進行講解。那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閱讀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我們的找病句。那前邊呢，我們已經通過一些課程呢，去簡单的介紹了一下這個題目的特點，而且我們也介紹了一些最基本的方法。那同時呢，我們也講解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這個語法結構。那我們今天呢，也要講解一個新的語法結構，但是說它是新的呢，其實也不是新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在前邊已經說了一個結構，就是主語加動詞加賓語這樣的一個結構。那實際上呢，這個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有和具有呢，只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動詞，所以我們把它單獨拿出來要講解一下。那實際上它也是主語動詞賓語這樣的結構只不過這個動詞我們單獨的強調一下，就是這個有和具有。它這個具有呢，也是有的意思，只不過呢，具有的後邊一定要用的是非常抽象的名詞比如說能力功能、效果、危害、影響等等或者是有什么樣的印象有什么樣的影響力等等，有什麼樣的可能性等等，比較抽象的詞彙。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把它們兩個特別的單獨的拿出來說呢？是因為在 HSK 6級考試裡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錯誤的句子就是這個句子本來應該是很簡單，但是呢，在你讀句子的時候，有的時候會遇到一些比較難的問題就是它會出現錯誤，但是同學們有可能看不出來。所以在這裡呢，我們要一起來學習一下，如果你在句子裡邊看到了有或者具有你可能會出現一些錯誤，我們要一起看一下。那麼還有就是有可能這個句子裡邊不需要一個具有或者有，但是它沒有它沒有出現，那這種情況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所以現在呢，我們要一起來看一看例題，然後呢，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下這樣的句子通常會出現什麼樣的錯誤？那如果出現了，我們要怎麼去修改它？好，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 A、B、C、D 4個句子，那我們來挨個的讀一下，我們來看一看哪個句子是有問題的。那注意就是老師標紅的部分都是特別容易出錯的部分，所以大家都要特別小心。首先來看第一個 A， 風掠過的時候，稻田恰似滾滾的黃河水，上下起伏。那可能同學們在讀這個句子的時候覺得它有點難，那麼其實呢，它的意思是這裡呢，這個掠過它的意思是吹過的意思。這個風呢，吹過一個地方，那吹過哪兒呢？吹過稻田就是我們吃的那個米飯它在地裡邊的時候呢是水稻，那這個田地這個農田就是叫稻田。那水稻在地裡邊生長，然後風吹過它的時候呢，這個稻田恰似，意思是就好像什麼呢？好像滾滾的黃河水。那風吹過這個水稻的這個植物的時候，那它們會在動一直動。那這個動的這個感覺呢，就好像黃河裡的水一樣，上下起伏，上下動這樣的意思。這個句子呢沒有問題。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第二個句子是時間是具有治療心靈創傷的大師，但不是解決問題的高手。那麼我們在前邊其實已經講過了是字句，對不對？那在是字句裡面，我們說如果你看到了是，你一定要找到 A 是什麼，
B 是什麼，对不对？那你要看一看 A 和 B 是不是对等的。我们看这个句子裡邊，時間是大師，時間是大師，這是一種比喻的手法，好像是可以的。那不是高手啊，不是什麼什麼的高手，時間是高手，好像也是可以的。那麼這個句子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並不是。我們再來看一下，在這裡呢有一個具有，它是有的意思。那麼我們要去檢查一下有什麼呢？要注意這個部分有什麼，你一定要找到那個名詞才可以。那我們來看一看，具有治療心靈創傷，然後呢沒有了，因為我們這裡知道治療心靈創傷呢，它其實是一個動詞的詞組，這個時候它不能是名詞，那具有的後面就沒有了名詞。我們一般要說呀，如果你要講具有的話，你就一定要具有什麼什麼能力，具有什麼什麼功能，具有什麼什麼效果，或者是具有什麼什麼的影響，具有什麼什麼的危害。你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名詞才可以，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句子就是錯誤的所以如果我們說時間它可以治療心靈創傷的話呢，它應該說時間具有治療心靈創傷的能力或者是功能。我們在這裡看一下那時間是大師沒有問題，但是如果你要說具有的話，你要說具有什麼樣的能力或者什麼樣的功能，所以我們在這裡要說時間是具有治療心靈創傷能力的大師。那具有的後邊一定是能力，而不能只是具有治療心靈創傷，那這個就不對了。所以加了能力以後，這個句子才是對的。所以同學們，老師在這裡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句子裡邊看到了具有，那你一定要找到具有什麼。如果的這個什麼不是一個名詞，或者是說對你來說你覺得這個句不能有這個東西，那你就不能用，你就會發現這個句子是錯的。所以呢在這裡我們要注意這一點。那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題目的答案呢應該是 B 應該是 B。好，那雖然我們的 B 已經選擇出來一個錯誤的那個句子了，但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C 和 D 它們是不是對的，然後對在哪裡，需要我們學習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先看 C， 預計今天傍晚至夜間我們估計這個時間呢，本市東部將有暴雨，那有暴雨沒有問題，雨量將達到50毫米以上，將達到多少以上，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好，我們來看 D， 由白先勇改編、蘇崑劇院演出的《牡丹亭》巡演近100場，場場爆滿。好，那我們在這裡呢看到了最主要的句子是什麼呢？這個的後邊這個是主語，牡丹亭巡演近100場，牡丹亭場場爆滿。什麼意思呢？牡丹亭演出了差不多100場那每一場呢都很受歡迎，票都賣出去了，我們說爆滿。那什麼樣的牡丹亭呢？什麼樣的牡丹亭？那就是由白先勇改編的牡丹亭，由蘇崑劇院演出的牡丹亭。那這個句子同學們是不是能夠清楚它的結構是什麼呢？我們在漢語裡邊這個裡邊其實最簡單的結構就是牡丹亭巡演近100場，這個是主語，這個是動詞，這個是一個補語，就是演了多少那麼前邊的這個部分都在說這是什麼樣的牡丹亭，這個在漢語裡邊這樣的句子非常常見，所以同學們一定要
認真的去分析一下這個結構。那這樣的話，以後你去寫句子的時候，才有可能寫正確的句子。好 ，C 和 D 我們都已經看完了。那大家注意多讀2遍這樣的句子。你知道了哦，這樣的句子是对的，你會有一個感覺。那下一次做題的時候呢，你可能就會有一些語感不需要你去分析，你讀一讀就能知道，哎，這個句子有點奇怪。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練習。那我們在這裡呢要注意的是時間是大師沒有問題，那是什麼樣的大師呢？是具有能力的大師。具有什麼能力呢？具有治療心靈創傷能力的大師。那這個具有的後邊應該要加能力，這一點請大家一定要記住。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第2個，這裡也是 A、B、C、D 有4個句子，我們現在呢一起來讀，一起來看。那同學們也是希望你能夠比老師更快的找出答案來。我們先來看第1個 A， 丹木不成林，是說一棵樹成不了一座森林，只有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做成大事。那這個句子有沒有問題呢？我們在這個句子裡邊有的時候會看到這樣的東西，就是它會給你一個特別的句子，然後後邊呢會給一些解釋。那他會說這個句子是說什麼，或者是這個句子的意思是，或者說這個句子是指什麼什麼什麼。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一棵樹成不了一座森林，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做成大事。句子比較簡單，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它是沒有問題的。然後我們再來看第2個，他說呢，人生的最大遺憾，莫過於輕易地放棄了不該放棄的，固執地堅持了不該堅持的。那麼這個呢，句子有沒有問題呢？同學們來想一想。好，可能有很多同學不明白莫過於是什麼意思莫过于呢，它其實的意思就是非常簡單的，就是的意思莫過於其實意思非常簡單，它的意思是就是。所以他說呢，人生的最大遺憾就是什麼呢？就是輕易的放棄了不該放棄的，固執的堅持了不該堅持的。那麼這個句子呢沒有問題。同學們有的人說，老師，我發現這個的後邊沒有名詞，那你說放棄了什麼後邊應該有一個名詞呀？那在這裡呢，老師要告訴大家，有的時候如果這個的後邊可以是一個東西的話，比如說東西，這個東西這個詞是可以不說的，比如說放棄了不該放棄的東西放棄了不該放棄的東西那這個東西呢我們是都知道的，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省略的。如果不是東西，是別的什麼方面呀、地方等等、部分等等那樣的詞，不可以省略。東西這個詞它是太普遍的東西，所以呢就可以省略了。那在這裡要提醒大家有的時候句子的最後是一個沒有後面那個名詞有的時候是錯的，因為它需要寫一個名詞，但有的時候是對的，因為它省略了東西這個詞。所以這2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是 OK 的，沒有問題的。那在這裡同學們要記住，莫過於的意思是就是。好，我們來看 C， 妥協2字的珍貴之處不在於我們放棄了什麼，而在於我們堅持了什麼，哪怕只堅持了一點點。好，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詞，叫做在於在於。那在於這個詞呢，它的意思我們在後邊會專門的去講。那在這裡呢，同學們可以把這個句子先記住它。那這妥協這2個字呢，
它最珍貴的地方在於什麼呢？不在於我們放棄了什麼，而在於我們堅持了什麼。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它是正確的，不在於 A， 而在於 B。那這樣的結構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時候它會出問題，所以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最珍貴的地方是什麼呢？是我們堅持了什麼，而不是我們放棄了什麼。好，那其實在於呢，它也有一點點是的意思有一點点是的意思。好，這個句子沒有問題。那第4個就很有可能有問題了。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些網站可以免費申請個人主頁的功能，這樣只要你將自己的信息放在網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了解你了。好，那這個句子也是比較長，他说前面是有些網站可以免費申請個人主頁的功能。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功能這個字，對不對？這個詞，對不對？那既然是功能这個詞，我們它的動詞應該說什麼呢？動詞應該是什麼？有些網站是主語，對不對？那賓語是功能，動詞應該是什麼？有些網站應該具有什麼什麼什麼功能這一點我相信同學們都是知道的你既然要用功能這個詞，你要不然說它的功能是什麼，要不然就說它具有什麼樣的功能。那在這裡我們發現沒有具有，這裡突然發現了可以免費申請個人主頁，那這個是一個功能，但是你必須說有些網站具有可以免費申請個人主頁的功能。沒有這個有的話，沒有這個具有的話，這個句子就是不對的。那後邊只要你把自己的信息放在網上，那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了解你了，這個也沒有問題。好，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那 D 的問題就在於這個有的問題上邊，因為這個句子裡邊沒有有，所以呢，你在讀這個句子的時候，你要去想，主語是什麼呀？主語是網站，網站你看到動詞是可以做，可以做什麼呢？可以免費申請主頁。那後面又有一個功能，那如果你想說功能，你必須要說具有什麼什麼功能，所以這個句子就是不對的。那這個句子你有2種方法可以說對的句子，第一個就是有些網站可以免費申請個人主頁，這個可以它可以做什麼？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那或者是說有些網站具有什麼什麼的功能，那什麼功能呢？就是可以免費申請個人主頁的功能，具有什麼樣的功能？那這個就是對的。所以這2個句子都對，都沒有問題，但是這個句子就是錯的。好，那現在同學們是不是明白了呢？也就是說呀，我們有的时候我們的這個具有它應該有，但是沒有，所以呢，這個句子你應該加上一個具有，或者是說像我們剛才看到的，它具有什麼什麼，但是它沒有名詞，那也是不对的。那現在呢，我們繼續看另外的一個題目我們來看，他這個人除了有點固執之外，還有不少讓人值得佩服。那這裡我們又看到了有，對不對？我們既然放在這裡，這個句子一定是有問題的。那問題在哪兒呢？我們首先看除了什麼什麼之外還怎麼怎麼樣，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除了什麼什麼之外還怎麼怎麼樣，簡單的句子說我除了漢語之外還會說一點英語，那這個句子沒有問題，這個也可以。那這裡除了有點固執，有點加形容詞沒有問題，就比如說今天有點冷，我有點餓，
都是沒有問題的。那問題就在這裡了，還有不少讓人值得佩服的，讓人值得佩服。有什麼呢？有的後邊沒有名詞，不少什麼呢？不少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什麼呀？很多讓人值得佩服，很奇怪哈，这個句子有點奇怪，所以呢，沒有名詞，那說明這個句子是錯誤的。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有什麼呀？有不少讓人值得佩服的地方啊，這裡有地方，有不少這樣的地方，什麼樣的地方呢？讓人值得佩服的地方啊。那這是我們的句子，你要看到有了，你就要去想有什麼，你找不到什麼，那這個句子就是錯的啊。好，那同樣的，我們在之前的考試裡邊也出現過這樣的一個地方啊，这樣的一個句子。他這個人有不少值得表揚，那值得表揚有問題嗎？沒有問題，但是有不少，意思是有很多什麼呢？你後邊一定要加名詞了，所以有不少值得表揚的地方啊，這個是地方是方面的意思啊，不是真的具體的地方啊。一定要是有一個名詞，沒有名詞，這個句子就是錯的，那這個句子才是對的。那這一點同學們一定要記清楚了。如果你看到了有，你就一定要去找那個名詞，找不到它就是錯的。那如果你看到了功能能力，你發現前邊沒有，那也是不對的。好，那我們現在繼續看。既然 A 是錯的句子，你已經選擇出來了，考試的時候 B、C、D 都可以不看了。但是現在呢，為了要培養大家的語感，我們要把 B、C、D 再看一遍，我們學習這些句子裡邊有哪些重要的詞彙，我們需要記住。第二個句子，何教授的調查經媒體報道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好，那這個句子它是對的。首先同學們要記住，引起關注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啊，這個搭配是很好的一個搭配，請同學們要記住。可能閱讀裡邊，閱讀的第二部分裡邊，選詞填空就會問你引起什麼，讓你去選擇關注，你要能夠選出來。那同時呢，我們看一下，這個也是前邊兩個小句子。那主語是什麼呀？主語不是何教授，主語是何教授的調查。這個調查呢，經過媒體報道以後呢，它怎麼樣？這個調查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所以這個句子是對的，是他的調查引起了關注啊，並不是何教授啊。那我們這個當然了，其實何教授也引起了關注，他的調查也引起了關注，那這個句子它是沒有問題的。那在這裡呢，為什麼老師要去分析它呢？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是有逗號後邊有動詞的話，你一定要看一看前邊的主語是什麼，這個主語跟這個動詞是不是應該在一起的。那這樣的問題經常會出現，所以同學們在讀句子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那我們來看 C 第三個，醫院坐落在蕭山之上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古代園林式建築。那麼這個句子它也是正確的，在這裡我們要學習一個醫院，醫院呢它要說坐落在哪裡，我們在前邊已經學過了地處哪裡，我們還提到了位於哪裡，那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坐落在哪裡，或者是坐落於哪裡，這個都可以。如果你想說這個地方在哪兒的話，用地處、用位於、用坐落在都是可以的。那醫院是什麼呢？醫院是一座建築，那這個句子就是對的醫院是一座建築，沒有問題。好，第四個句子，
那裡是休閒度假的好地方，那裡是好地方，那裡是天然浴场，那裡吸引着大量游客啊，这个句子也没有問題，比較簡單。那我們同學們要注意，如果後面有2個小的句子的話，一定要看它們是不是跟前面的主語能夠放在一起。好，那我們這個4個句子，我們找到了第一個句子是錯的，那有什麼呢？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好，有值得表揚的地方啊，這個一定要有地方，有什麼樣的地方，有什麼樣的方面，有什麼樣的功能，有什麼樣的能力等等，這樣的後邊的名詞，同學們請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我們在這裡再看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呢是說呢，在信息時代，一個人是否具有迅速捕捉有效信息，決定他成就的大小。那這個句子我們有2個地方需要認真的去分析它對不對。第一個地方就是這個是否同學們要注意一下，一旦你在句子裡邊看到了是否、能否、可否，你都要小心一點，它有可能會出錯的。因為如果這個句子裡邊前邊有是否，後邊一定有大小呀，或者是能不能啊，就是前邊是不是，後邊也不能是確定的，應該也是不確定的。那當然了，這個我們在後邊有專門的一課去講它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現在在這裡是否怎麼樣決定它的大小，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這個部分沒有問題。那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了具有，具有什麼呢？你去找名詞吧，同學們來找名詞。同學們發現具有迅速捕捉有效信息，不是具有信息，那這個信息是捕捉信息、抓到信息的意思。後邊沒有名詞，沒有合適的名詞，有什麼呢？所以呢，這個句子也是錯的。那如果我想說一個正確的句子，我應該怎麼說呢？我要說的應該是在信息時代，一個人是否具有什麼樣的能力，決定他成就的大小。那什麼樣的能力呢？迅速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那比如說呀，你現在可以上網，在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你能不能非常快的找到你需要的信息呢？那這樣的能力你有沒有呢？如果你有，你就能夠有大的成就。如果你沒有，你的成就就會非常小。所以這個句子才是對的。你要說具有什麼樣的能力這個是我們的這個句子。同學們現在我相信一定已經很清楚了。我們如果在句子裡面看到了有，我們一定要去找有什麼。那如果你沒有找到那個什麼，說明這個句子就是錯的。那這裡邊應該說的是具有什麼什麼樣的能力。那在前邊我們也說了具有什麼什麼樣的功能，具有什麼什麼樣的地方值得佩服的地方，值得表揚的地方等等。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能力。好，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練習。然後我們再來看一個這個句子，每個人都與眾不同跟別人不一樣，有了自己獨特的美麗。那在這裡呢，我們在有的後邊看到了了。好，那這個句子有後邊加了，對還是不對呢？那在這裡呢，老師要跟大家說一下，有和具有這個詞一般來說具有和有呢，它後邊不加了那麼什麼時候加了呢？它表示變化的時候加了。比如說呀，同學們有可能在看電視劇的時候，聽到一個太太跟她的丈夫說：“我有了。”
我有了。那這個時候你會看到、聽到有的後邊有一個了，那它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現在有了一個小寶寶在肚子裡邊有一個小寶寶了。那這個就是一個變化，因為以前他還沒有，現在他有了，所以只有在表示變化的時候，你才可以在後邊加了。有同學說了，老師，我在學習漢語的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了的意思是表示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已經有這個東西了，我應該說我已經有這個東西了，对不对？那其實呢，不是這樣的。老師要告訴你呢，在漢語裡邊有一些詞，如果它已經發生了，我們是不加了的，不加了。比如說形容詞不加了，比如說昨天很熱，今天很热，明天也很热。那不管是昨天、今天還是明天，那它很熱，我们都不要加了。那還有一種就是比如說像羨慕喜歡害怕這樣的想這樣的跟心理有關的動詞，不管是昨天、今天還是明天，我們都不加了。那還有就是像這種在，還有就是這種有這樣的表示存在的動詞，我們也不加了。在昨天、今天和明天，它都是一樣的。那麼，如果這樣的詞在後面加了的話呢，它的意思是變化，就是不一樣了。比如說，昨天很暖和，但是今天冷了昨天是20度，今天就是12度了，那今天就冷了，這個表示的是變化。那如果我用有的話比如說呢一直以來我沒有漢語書我學習的時候呢都是看用電腦來學習，但是我的漢語老師告訴我，我應該買一本書，所以呢今天早上老師去書店裡邊買了一本書，然後呢我跟我的老師說，老師，我現在有自己的漢語書了。那我有自己的漢語書了，這個了就表示變化，意思是我以前還沒有，現在已經不一樣了，現在我有漢語書了。那如果不表示變化的話，所有的句子裡的有和沒有都不要加了。那在這裡，每個人都和別人不一樣，有了自己獨特的美麗，那這個句子呢不應該加了。為什麼？它是對一般情況的一個描述它介紹的是一般的情況。他說呢，每一個人都是特別的，他跟別的人不一樣，他自己有自己的漂亮的地方，所以呢在這個句子裡邊它不應該加了，有自己獨特的美麗那我希望同學們能夠把這個非常重要的知識能夠記住，就是有這個動詞不能隨便加了，如果你要加了，一定表示變化，意思是它以前沒有，現在有了。那如果你只是想表達一般的情況，你只是想描述一般的情況，比如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什麼什麼，那這種情況你不可以加了，希望同學們能夠記住。那這個有和具有呢，實際上是比較簡單的。那有的時候呢，你要注意的是，看到了它们之後，你要去看後邊有沒有對應的名詞，有什麼，一定要找到那個什麼。那如果你在句子裡邊看到了能力、功能的話呢，你會發現你要去前面找有，如果沒有的話，那這個句子就是錯的。所以同學們在這個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在準備 HSK 6級第一部分的時候，你看到的所有的句子，你都要認真的去找它的主語是什麼，它的動詞是什麼，它的賓語是什麼。
可能句子非常長，但是你只要去找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找到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一看这幾個部分到底能不能放在一起，意思對不對？如果對就 OK， 如果不對，那答案就是這個不對的這個句子了。好，那這是我們這節課的一個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這個有和句有。希望大家呢下課之後多去做一些練習。如果你在做練習的時候遇到了問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隨時添加我們的微信來問老師，老師都会非常愿意来回答你的問題。那也希望大家呢在我們的這個 cnhsk.org 的網站上呢多去做一些練習，因為做練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雖然老師也講了很多的練習，那告訴你的方法，但是呢，你有大量的練習之後，你才能夠真正的去掌握這樣的找到病句的能力，而且呢，你也能夠掌握怎麼去寫正確的句子，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我們的 HSK 6級呢，還有書寫的題目。那個部分的題目其實是有點難的，你要去寫正確的句子。好，那在這裡呢，我們的這個有和句有就已經學完了，我們下節課再見。